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今麦九寨沟惊艳，揭示内娱盛典真实，其实自然美更吸睛。那天地铁上刷到赵今麦九寨沟图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不是他又上活动了，而是这哪像红毯？这不就是我朋友圈里那种状态极好又不显摆的旅游照放大版吗？也难怪这组被 Vogue 命名为山谷假日的大片能全网刷屏。在一个所有女明星都在酒店门口夹紧肩胛骨、绷直后腰，对着十几台镜头挤营业笑的年代，忽然有人拎着一条墨绿色缎面长裙跑进九寨沟的云雾、雪山和草甸里，松松垮垮的美了一把。这种叛逃感自带话题度。要知道，过往类似时尚活动的固定流程有多机械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场地一定是酒店大堂或者影城门口，空调打到透心凉，镁光灯一排排架好。红毯像军训会操，女明星靠谁站得更直，谁的腰更细，谁能在1.5米宽的地毯上变出20个 pose 来分高下。那是一种标准化的可复制的用力，美乐到快断气的腰封，精确到露几颗牙的笑容，配合导播节奏切换眼神，所有人都在证明自己有资格出现在这条毯子上。看多了会累，真累。赵今麦这次完全换了一个赛道，不是和前辈拼谁的礼服更蓬，也没有在品牌战队里卷谁的高定更贵，而是整个人带着裙子去看风景。墨绿色缎面长裙本来就是容易压得住场的颜色，但它不是用来压别人，而是拿去和山谷对话。裙摆在风里晃，缎面反光像溪水，颜色压得住九寨沟那片冷色雪山，却又不抢风景的戏。衣服、人和背景是一体呼吸的，这跟传统红毯那种我要从环境里突出来，你们只记得我不记得场地的逻辑完全相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脸上的状态没有那种老娘今天必须赢得很劲儿，眼神是软的，笑是轻的，动作是散的，像是朋友春游被随手按下快门，而不是在完成一场千万流量实时审查的时尚任务。你能感到他肯定是准备过的时尚大片，哪有纯随意？可是那点心机是藏在松弛感里的，而不是藏在压全场的攻击性里。这种看上去没那么用力，但明显很聪明的呈现方式，刚好踩在当下观众审美疲劳的节点上。因为坦白讲，现在大家对红毯战神真的有点累。一个镜头20个动作，每走一步裙摆要翻3层，眼神切换向导播台打信号，你要说不好看吗？都是好看的，这些人天赋、资源、团队都在线。但问题在于，整个画面太营业，乐到像没内脏的腰，绷得像过度医美的脸，从头到脚找不到一处放松，仿佛不把自己打磨成标准花瓶就不算尽责。久而久之，观众自然会怀念那种不端着的美，怀念有呼吸感、有生活感、像真人的漂亮。赵今麦这一组实际上抓住了2个情绪，一个是对松弛感的集体渴望，一个是对退出内卷的隐秘羡慕。评论区里一堆人说谁不想从格子间逃到山谷里，穿条好看的裙子发呆，这话为什么扎心？因为大家白天挤地铁，晚上加班，连周末都被 KPI 堵住。看到屏幕里有人真的站在云雾里的森林里，穿得美但不累，美得像自己有可能做到，会产生一种代偿快感。他在山谷里撒欢儿，我们在地铁上喘气，但至少心里能投射一下。从时尚操作角度看，这组图还有一个关键变化，他不再把衣服当绝对主角。很多红毯造型的通病是恨不得在礼服上挂一个跑马灯。这条裙子多少钱？哪个大牌心计高定，生怕别人认不出品牌，人变成价格标签的附属。而这次的墨绿缎裙和九寨沟的冷色雪山、森林的绿
水汽的量互相呼应，珠宝点到为止，没有一丁点快看我多贵的炫耀感，反而把观众注意力拉回那张脸，那种状态。你记住的是山谷里一个松弛的小姑娘，而不只是某某品牌的一条裙子。更深一层，这是审美逻辑的转向，从我要突出来压住场变成我先融进去，再让环境托举我。以前你看红毯，背景板是死的 logo 墙，媒体版一块印着赞助商的布，所有人只能靠造型、姿势去抢唯一的视觉焦点，所以才会有那种越来用力越狠，越用力越雷同的内卷。而当场景被换成九寨沟这种自带滤镜的自然环境，人反而有空间做减法。你不需要喊看我，因为自然风景已经在帮你铺氛围。观众看的是整体画面里人怎么存在，不是单纯比谁的礼服面积更大。当然，说赵今麦一点心机没有，那肯定也不现实。商业合作、杂志大片、品牌活动，没有谁是义务上山晒太阳。但同样是商业操作，有人拍出来广告味儿扑面而来，充满你快来买；有人拍出来却能让你忘了这是广告，只记得那种轻飘飘的很自在的感觉。这中间差的是一个度，团队有没有审美，有没有看清他的气质适合什么赛道，本人有没有真的找到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，而不是在镜头前表演我在放松。赵今麦本人的气质其实是非常吃山谷设定的，她不是那种走出来就带压迫感的大女主脸，也不靠烈焰红唇、鲨鱼眼去镇场，她身上有挺明显的学生气、少年感。传统红毯那套大波浪、拖地鱼尾、全开挂珠宝的女王模板往她身上一扣，容易显得用力过猛，像是穿了不属于自己的壳。这次山谷假日的风格是顺着她身上的人味少女感往外长，而不是硬把她拽成艳压全场的类型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终于有人肯承认，不是每个女明星都需要也适合当压场女王。这点对整个行业其实挺有提醒意味。过去我们太爱用一套统一的红毯评分标准，够瘦、够白、够精致、够攻击性，走出来能镇住全场才算成功。问题在于，审美被标准化之后，个人气质就被抹平了。大家都像是同一个模板出来的不同肤色版本，观众久了自然会反感。现在这组图给出了另一个选项，你也可以选择山谷里吹风的少女，选择有点乱、有点真实、有点可及的美，而不是只剩冻在空调里汗都不能流的红毯美。这里就回到那句最近被说烂的词松弛感。很多人口中的松弛，实质上是更高段位的控制，比如何时抬下巴，眼神往哪儿看，头发乱到哪个程度才显得刚刚好，是排练过的不经意。但赵今麦这次在观感上至少没那么强的精确计算痕迹，动作不那么精密。风把头发吹乱了也不急着抚平，草沾到裙摆也不躲，这些微小的不完美反倒构成了记忆点。你会觉得他真的有在那儿发呆，而不是1秒钟几十张快门的拼命营业。更微妙的是，这组图不光是在谈时尚，其实也在刺破当下红毯那点遮羞布。很多时候，红毯已经变成一种半公开的选妃大会，所有人按顺序出场，接受镜头审视，接受热搜排名，接受网友打分。谁的妆花了，谁的腰粗了一点，立刻被截屏放大，点评的像犯了天条。在这种氛围里，女明星要松弛是违背生存本能的。所有人都得穿上铠甲才敢上场，所以这次她相当于说了一句：“我不玩你们这套，我自己上山去了。”观众对这种退出内卷的姿态天然有好感，因为现实生活里，大多数人连退一步的余地都没有，只能在缝隙里羡慕那些敢转身的人。从普通观众视角看，
其实不用什么专业术语，大家最后总结就一句话：这姑娘这次真松弛，真好看。审美有时候就是这么朴素，你看着舒服就是赢了。不需要讲色彩3要素，不需要讲构图多高级，只要能让人暂时忘记身上的压力，跟着画面一起深呼吸一口，那就是有生命力的美。所以这组山谷假日火到这种程度，火的真不是一条墨绿色长裙，也不是几张被转来转去的图，而是一种久违的感觉。原来在镜头之下，人还可以这样自然的存在。她没把自己当红毯战士，而是当成在山谷里走神的小姑娘。这个姿态比任何红毯天花板的头衔都更难得。毕竟灯光下的惊艳，我们看太多了，能在云雾里松弛的这么靠谱的，才是真正稀缺的东西。